哎，你们的菜上完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我跟我妈都商量好了，明天我去龙城进货，然后再回学校。她留在盛城物色店铺，以后这儿店估计还得交给她。嗯。刘一现在变化真大。我记得你们刚到商都开店的时候，他还什么都不会呢。那可不，以前不会搭配，也不认识几个字。这些年他白天卖货，晚上呢看涛涛的课本，字都差不多认全了。还是自己出来创业锻炼人啊？每个环境都有机会和考验，事在人为，最后能怎么样还是得看自己。那你真不打算留下来继续读硕士了？我听说你们学院的教授们都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呢。我来到盛城，亲眼见证了这儿的速度。我再不入局，就要被这个时代给落下。我已经不可能再安心的坐在学校教室里好好学习了。再说了，我觉得这儿是一个更大的教室，更大的课堂，我可以在实践中好好学习。你一直都是这样，好像从来都不会茫然，也不会害怕。周成，你今天去吴师哥那儿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业所不大，人也不多，才刚开了半年，跟公家单位肯定是没法比，但是工作氛围还是蛮好的，自由、热烈、有朝气，就像这座城市一样。周成，我的梦想要在盛城实现，但是你的梦想不一定要在盛城。当然，我希望跟你一起打拼，但就像我跟我妈说过的一样，我们谁都不是谁的挂件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你未来的决定。但我怎么可能不被你影响未来呢？你本就是我未来的一部分，同样的，我也希望我是你未来的一部分。我知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，我也知道你有更加迫切想要去做的事情。爱情对你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，我尊重你的想法，但它有时候确实就像一个盾牌一样，隔在我们中间。每次一遇到不同选择的时候，你就会用它把我给推开。对不起，可能是我对未来没有那么确定，所以说话稍微有点激动了。不，周成，你说的话我会好好想想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唉，不满意吗？花样升级了，但是面料没什么变化。那个人是不是就是白珍珠说的柯一雄啊？市场里有巡查员，没事的。再说了，这不有你在吗？我不怕。这家店看起来还不错。是吗？你说说看有什么不一样？具体的我也说不好，但是款式跟其他店比就是好。我们小周还是蛮有眼光的。哎，随便看看啊，都是外贸货。老板，这是真丝混纺的吧？哟，老板识货啊。陈锡良，哎，是我，认识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老板有眼光。小兰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，不是，这怎么了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收拾东西跑啊！啊！
你自己看吧。我跟你讲啊，老板有眼光。这就是那个未来将死于二环小肚脐之手的服装大佬陈锡良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过去时空中与我有交集的人。难道这个梦要醒了？可以成套拿，成套拿呢还能打折。你要不喜欢这么打，换这。小兰，哎，先不要了，谢谢。哦，没错的。哦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，随便看看啊，都是外贸单。确实是陈宇之一厂厂长的小舅子，一直在跑外贸单，最近刚出来单干，应该就住这条街上。没听说家里头出过什么大事儿，也就是跟他老婆那边的亲戚关系不太好，闹过几次。听起来确实是未来那个服装大佬，没出过什么要死要活的事，那就应该不是穿越的。你让我打听陈锡良干嘛？你认识啊？刚看了几家店，货都不太好，也就他们家的样式和面料还不错，所以想看看他这个人靠不靠谱，能不能长期合作。那你跑那么快，我估计他都以为你没看上他的货呢。夏老板，这么好兴致啊，跑到这边来喝茶。柯老板跟了这么久，终于肯站在太阳底下说话了呀。你就是柯一雄。这位是夏老板的保镖。对，是我保镖，也是我男朋友。这会儿，走吧。哎，这一看白老板就没帮我带话。他话带倒了，但是我不想跟你合作，我对违法的勾当没兴趣。光天化日的，夏老板可不要乱说。我们啊，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。有没有违法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以前的事儿我就不跟你算账了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道。哦，忘了介绍，我男朋友是学法律的。夏老板生意做大了，说话的口气就是不一样啊。这个法律我也懂，要讲证据的嘛，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啊。既然夏老板看不上咱们，走了。两位同志坐这边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坐吧。康伟应该已经到京城了吧？应该到了。我们得明天中午了。小兰，有些话，我想在到京城之前跟你说清楚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毕业之后去盛城。你听我说完嘛。虽然情感上肯定是因为想和你在一起，但我做这个决定是理智的。我保证，不委屈，不拧巴，也没有为你牺牲什么。当初你跟唐市长说，你喜欢盛城的发展速度，还有机会。其实我当初并没有感受到什么，但是我在无数个的律所里面感受到了这些。我也很喜欢，很向往。周成，你昨天说的话，我回去也认真思考了。我的思维和处事和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些不同，是我没有考虑好能不能接受我的行为方式。如果让你感到没有安全感，那我给你道歉。但是我保证，以后尽量调整我自己，让我们保持步调一致。不，
昨天是我情绪不太好，我向你道歉。好，那我们都别道歉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样说开了也挺好的，总比一时有分歧一直憋在心里强。但周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你推开。我跟你敞开我的人生计划，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计划能与你的计划兼容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小兰。谢谢你愿意跟我兼容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为什么是周成？当然，好看肯定是原因之一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愿意沟通，懂得体谅，能控制情绪。这种人格的健全，认知的开化，在几十年后依然是难得的品质。但是，你爸妈能同意吗？我不同意。别人都往京城奔，你们偏往外跑，为什么呀？家长们给你们规划的不好吗？周成去政法委，小兰去设计院，这专业也对口啊。你妈说的没错，京城也不是没有对口的单位嘛，为什么一定要去盛城？我刚学法律的时候，认为一个完美的法治世界应该是自上而下的。后来了解了更多的真实案例，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思考如何将法律理想落地。这次去盛城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的。虽然我不敢说我已经找到了答案，但是吴师哥的致远律所是一次值得的尝试。师哥怎么会想到从法院出来自己开律所？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自命不凡的时代责任感吧。这话听上去挺假大空的，但确实是我的真心话。哎，来看，我们有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，就应该肩负起更重的责任。国家成立盛城特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，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。盛城是开放的潮头，那里有更多的人，更激情，也更复杂，需要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一起推进。吴师哥有句话很打动我，他说，一个案子不仅关系到一个人，更关系到一个家庭。我想留在盛城，接受更多不同的案子，更多不同的人。这就是我此时此刻想要选择盛城的原因。先建设一个更好的盛城特区，继而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。我应该去贡献一些力所能及的力量吧。说的太好了，橙子哥，我也去。小伟，你给我坐下，添什么乱啊？看来你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这个事儿吧，本身倒是没有错误。你能有这样的抱负，我跟你妈也是倍感欣慰。我相信你的法律理想，无论是在京城、在盛城，都可以实现。但周成，有个问题你得回答我：你一定要去盛城，是因为小兰吗？是，但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。我想和我爱的人一起，为青春，为理想而奋斗。去吧，去试试看，希望你能够找到你想要的未来，啊！也祝他们毕业快乐。谢谢爸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
你们这些孩子呀，你们以为出去闯那么容易吗？关阿姨，我们之所以有出去闯荡的勇气，正是因为我们知道，有长辈给我们托底。谢谢阿姨，还有叔叔的照顾。来，小梅。就这样，我、周成都告别了学生身份，开启了各自人生的新挑战。3、2、1。哥，有个小袋子我忘拿了，你一会儿带下来啊。哎，好。哎，过来嘛。妈。这走那么远，这逢年过节的回家多不方便。哎呀，你等我赚了钱，带你去圣城玩。到了报个平安啊！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好了，上车了。行了，走了。跟小兰好好的啊！哎，放心吧，你快回去吧。橙子哥，橙子哥，我也去上车。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那单位再待下去我都废了。跟二叔说了吗？说了呀，肯定说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大人同意啦？啊，同意了。放心吧，阿姨。上。那我们走了吗？你相互多照应着点啊，小伟。放心吧，阿姨。放心吧，妈。注意身体啊。走了，妈。哎呦，小心点！没事。啤酒、饮料、花生、瓜子有需要的吗？同学你好，那个给我们来3瓶汽水，一包瓜子吧。多少钱？你给吧。一共多少？我来。啤酒、饮料、花生、瓜子有需要的吗？哎，你好，你老实说，二叔真同意了？哎，同意什么呀？我都说都没说，那我跟他说，他肯定不同意呀。我凭什么听他的？那年轻人那就得出去闯。哎，不过这话要说回来啊，这我又不像你跟小兰姐一样，又有学历又聪明。到了圣城，我怎么？这车刚开，后悔了？不后悔，那也比现在就在那个单位养老强啊。不过小兰姐，你说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特别傻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特别厉害，特别勇敢，可比我当年有勇气。看看，还得是小兰姐会鼓励人。不过要论勇气啊，那也得是小兰姐。我们小兰啊，那是智勇双全。哎呦，来，搭把手，祝我们创业顺利，一切顺利。哎，对了，小兰姐，你说咱们到了以后有没有什么这个创业计划？创业计划，第一步，先找到住处。我带你看一下阳台哦。哇，那个好靚噶！你看，这是不是很大呀？哎，两位，你过来。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律所啊，就是在这里一起走，往前走，走到尽头，第2間就是了。點啊？呢個環境點啊？係咪好靚啊？我觉得还行，你呢？可以啊。行，那就这儿吧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一签合同了。好。这院子不错吧？挺好，宽敞还干净。行，那就住这儿了。于奶奶，楼上那2间房子我们租了，这院子呢，平时我可能会存一些货，但也不会放太久。您看房租多少钱？你们几个人住啊？2个，就我和我妈。哦。要想住我的房间，必须遵守我的规矩。第一，只许你们2个人住，其他的男的、女的都不许。第二，不许在院子里大声喧哗。第三，厨房、院子你们都可以用，但是房租半年一付。
半年。你是谁呀？哦，这个是我舅舅，他平时可能会过来看看我们俩。啊，他不住在这儿。1个月50，还有最重要的，我的房间非请勿入，我的东西不可以动，还有，我们只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，没事儿，不要跟我套近乎，暂时就这些规矩。暂时。你们同意吗？同意，我们同意，我们租。哎，您慢点啊。嘿嘿嘿嘿嘿，现在几点了？5点。哎呦，5点了。哎，这老太太这是干嘛呀？我听这介绍人说，这老太太平时还要在这附近扫大街。守这么大个房子，收这么贵的租金，还扫大街，这规矩也够多的啊！这老太太够古怪的。能有这么大个院子，说话也没什么口音，一定是大户人家，读过书、见过世面的。这脾气怪点儿也正常。我看他挺面善的，这人都是处出来的，咱们呀一定能把他捂热。住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创业第2步，配好通讯。对，然后往下摁，你看就行了。好，这一下就方便了。小兰姐，你说就这么小个玩意儿这么贵，为什么一定要买啊？沟通是一切的桥梁，你比别人先回信息，或者你比别人先得到信息，就能抢占先机。哎，我记得咱们3个是连号啊。人家2位叫情侣号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那连号不是好记吗？哎，白姐你也换一个，咱4个弄个连号。我都用1年半了，我现在换，人家该找不到我了。哎，这个除了这个别腰上，能不能别的地方？别刘海上，当卡着用。行，哎，小兰姐，长子哥，咱一块儿别。别，哎，这别了 BB 机是不是走路都得来感觉了？创业第3步，脚踏实地，从眼前的事情做起。这3个格子的怎么样？各来1手码，好不好？格子的，行啊。可以吧？啊，这款蓝色的，还有这个条纹的这几件，哎，我都给你便宜一点，好不好 ？S 号和 M 号的各加一点，好不好？这2个号好卖一些啊。行，就这些吧。还是这地址啊，我现在打包啊。好嘞，谢谢啊，慢走。有时候也隐隐担忧，机遇和意外，哪一个会先来？如果，哎，夏老板。怎么光看我嘞？看货呀！做生意嘛，不好的人都得看。好是，货好人也好，生意才能长久。你放心啊，我这些货都是外贸的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至于人嘛，我拍胸脯也没用，等我们打上交道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先看着啊。陈老板，哎，你这平时跑外贸都跑哪些国家呀？苏联去不去？苏联去，除了苏联，欧洲啊、美国啊，都有。那这苏联要是有什么变化，你这单子会不会有影响？那有变化，肯定都还是会有影响。哎，苏联有变化，他那有什么变化哦？这种大事都不知道，那他应该不是船员。这经济变好或者变坏，不都有影响吗？哦，说这个呀，那是，哎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做生意讲信誉，就是他那边有什么变化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我的顾客受影响。那谢谢陈老板了。哎，客气。哎，这件 polo 衫有别的颜色吗？有。哎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拿哈。行。哎，你先看看别的。
哎，等会儿，哎，于奶奶，昨天你们给我的房租这10块钱太旧了，给我换张新的。没问题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这张行吗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看看哈，没少哈。啊，还是老地址给你发过去啊。行。我下午就给你发出去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回来啊就不用进来了，我准备搬到门口的刚进来那个档口。哟，陈老板这赚钱了，要换一个大的档口啊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还是指望你们这些大老板照顾生意嘛。哎，主要是吧，你看，我这里有一批风衣压着货，我要是不使劲，这个秋季给它卖出去的话，我下次上货都困难。所以我就想着搬到门口那个店铺，人流量大一点。你这风衣样式和料子都是不错的，但是就是款式太超前，定价又高，没有顾客敢买，都怕拿了货砸自己手里卖不掉，可不是换个门店就能卖出去的。哎，你有路子不？哎，你别否认啊，你能这么说，肯定有路子。路子没有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你去找杂志社问问，这衣服要是能上杂志，就不愁卖不出去。广告？你说的是广告不？也算是吧，差不多这个意思，是赞助。哎呦，夏老板，不行，我得叫你夏姐。这样啊，我明天就跑一趟，要是这个事儿能办成，我给你分红。分红就不用了，走了。好，慢点啊。来。哇，视野开阔，一览无余。你怎么找着的？我可是夏小兰。你看，圣城真的好大，从你家那边望出去是万家灯火，从这儿望出去呢，就是繁华的商业街。以圣城的发展速度，应该过不了多久，这对面儿就都是高楼大厦了吧？哎，到时候你那个地产公司就可以开在这边。我现在就想赶紧把服装店开起来，快速的积累资金。哎，到时候要是能开在这儿就好了，三面临街，无论从哪个口看都能看到它，到时候一定是整条街最瞩目的存在。哎，你看，那个没亮灯的地方，应该是还没营业，说不定在招租呢。明天去看看。行，就那儿。对，那边。走，哎，走，出去了。新的环境，新的视野，新的挑战，我们都在努力磨合，拼尽全力。哎，慢点啊！快，加班加点啊！哎。小兰，吃饭啦！好，来了。于奶奶，你回来啦？吃饭了吗？我包了饺子。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刘芬同志更淳朴善良的人喽。
看你吃挺香啊，怎么样？杂志谈成了吗？搞定了，定了下半月的月刊，演员周望京会穿得上。那你怎么还愁眉苦脸？我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周望京，前1个星期都被一帮杂技社的编辑搞着玩了。这个咱回头再说。好，那咱们一块吃点饭。好，一起哈，一起吃点饭哈。好。夏老板，你不晓得，那帮编辑酒没少喝，小东西也都收了，一说到上杂志封面就推三阻四。收下。哎，来，我说你们啊，别说啊，客气啊。那好，慢走哈，主编。陈总，哎，王哥，等信啊，慢走，谢谢啊，有机会来深圳。好。后来有个厚道人跟我讲，我才晓得，就是嫌我是小摊贩、个体户，那免费赞助他们服装拍摄、拍杂志，他们还看不上。哎，你吃了不？要碗面噻。啊，不用，吃过了。凉茶。行。老板，2杯凉茶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夏老板，你说我设计那批男士大衣不好看吗？那面料款式不够档次吗？我不觉得。那不就是因为我不是品牌噻？除了我不是品牌，那我还差哪里了？你刚刚也说，就差个品牌了。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品牌，以后自己设计的衣服，专门请演员来拍广告，就是电视上那种，以后就不用求做自己的品牌。啊耶！想到一块去了。夏姐，我的姐。我就晓得我们俩能想到一个路子去。我又话多了。其实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琢磨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合伙搞个品牌，就像你说的找演员拍广告。哎，那我就不信打不响这个名头了。在之前的那个时空，陈希良要几年以后才正式做让他发家的露娜品牌，现在这个时间提前了，我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变化。夏姐。夏祖宗，夏姑奶奶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喽。我们两个合伙干吧。也许是命运的伏笔，我不知道和陈希良的相遇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。夏姑奶奶，我不是一时冲动哈，搞批发挣点辛苦钱，那我不满足，那给别人改服装，别人又看不上，我也不服气。但是自己做品牌这个路别人没走过，别人不敢，我不怕，我想试试。搞品牌确实是一个好想法，不过你懂版型又会设计，家里又有制衣厂的资源，你为什么要找我啊？你懂销售噻，我明白，再好的衣服卖不出去，那就是一块破布。你能想到找杂志拍广告，这是我想不到的，是我需要的。虽然我们只是见过几面哈，但是我觉得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你就好像是，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帮我的，命运给我的礼物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什么条件我都答。大胆的考虑一下噻。我晓得，咱们是合作嘛，肯定还是要有点章法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为难你的。陈老板，你要是刚才说什么条件都答应我，我现在站起来立马就走。那不是也没说出来吗？我现在的确是需要一个能赚钱的生意。你和你的品牌的确很有潜力，但是做服装，你的资源也确实比我多。我可以负责营销，但是具体的经营还要靠你自己。这样吧，我拿45%，你拿55%，怎么样？好，那这样，我尽快回去拟个合同，具体的事情咱们可以再商量。你家小周也是搞法律的，我肯定不会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了，这个你放心。既然要做，那咱们就做个大的，争取在1年之内，在全国各大城市把分店开起来。第一家店想开在哪？龙城我熟悉一些，
资源也多，开个店不难。盛城离港岛近，我觉得也应该有家店。要开，我觉得要不2家店一起开。盛城1家，龙城2家，怎么样？3家店同一天开，把声势打出去。好，那就3家店一起开。我之前去过港岛，那边的铺子都是英文的，我觉得看起来高级洋气。你是大学生，你肯定懂得多了，你给起个名字吗？这是你的牌子，名字还是得你自己取，我可以给你参考。那我回去买个英文字典翻翻。但是盛城的铺子还是得麻烦你帮我挑一挑。盛城还真有个好地方。夏姐，你真是我祖宗姑奶奶，这铺子太好了，这不管从哪边过来都得先看到它。哎，那不对啊，这么好的铺子怎么没租出去了？这地方我打听过了，1层的商铺加上2层的住宅，一部分产权在食品厂，另一部分在一个个人手里。听说那个人特别难沟通，所以说食品厂也懒得为了那仨瓜俩枣出面掰扯，就一直空着了。这么麻烦啊？但是成功不能怕麻烦。你先回龙城把品牌和商标弄好，这个铺子不管多难租，我都一定能把它拿下。好。于奶奶，我新学的炒牛河，听说这儿的人都爱吃这个，您尝尝我炒的怎么样？妈，还没把老太太卤热乎呢。快！哎呀，我来。哎，都你把门关上啊！行，哥，嘘。从哪儿弄这么多画啊？小兰啊，让我给她弄点油画啊，一会儿我再看看你放哪儿，我给你挂啊。行，先吃吧。哎呀，炒牛河啊，尝尝。我就在这儿待这么多年啊，我还是觉得咱们老家的烩面最好吃，这我是吃不习惯。小兰，你尝尝，我来。是不是我炒的不地道啊？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只不过人的口味没那么容易变。我估计啊，放点辣子可能能好点。哦，对了，小兰，你看中那个小楼啊，我问了，人家这个食品厂啊，觉得麻烦，他不想弄。那能不能让他们把那个产权人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去找，这3方谈妥坐下来签合同就行。哦，对，妈，到时候盛城的店开起来，您还是去当经理，我跟陈锡良都说好了。那舅舅那个铺子还是得麻烦您再去问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已经约好人了，下午我再问问。行，你看这油画，你准备放哪儿？一会儿饭后我给你挂上。不挂，这个是给招待所招标用的。小兰，你要送礼啊，不好吧？不是，我们这是凭能力竞标，只不过这竞标嘛，总得有点过人之处吧。我看看啊，行，就它。小兰，你看我今儿这身可以吧？小包，是不是一加上就全对了？对，确实有民营企业家那味儿。这就是公羊吧？公羊，你好，我是夏小兰。这个是远辉的刘总，也就是我舅舅。今天你先跟我们参观一下，具体有什么要求，我到时候再跟你说。好，我下午还有课，这个大概需要看多久？你放心，不会耽误你上课的。哎，这不是夏小兰夏小姐吗？夏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原来你想做的职业是装修啊？不过我觉得像夏小姐这样的人才，即使不去港岛，也应该加入一个大公司或者设计院什么的。怎么进这个看起来很辛苦的公司呢？不知道夏小姐有没有听说过称荣天成这个公司啊？各个项目都大手笔，我们正需要像夏小姐这样子的人才。
杜先生，既然我们很辛苦公司能和你们大手笔公司站在一起，那就说明我们前途无量嘛。我还是更喜欢待在有未来的地方。也行，要是这次我们可以成为合作伙伴的话，我还想跟夏小姐多多交流呢。我看杜先生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竞标上吧，我们没什么可交流的。走吧，舅舅。欢迎。我们招待所有大小单间67间，大会议室3间，小会议室9间，餐厅2个，接待大厅呢是1个，这些都在我们这次招标范围里，可以选择全部竞标，也可以竞标其中一部分。这些呢都在我们的资料里面，具体情况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然后各位有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进行现场测量。那我们可以随便看看吗？可以啊，我就在办公室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哎，舅舅，那我们去楼下餐厅看看吧。走。杜总，夏小姐，什么吩咐啊？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吧？你跟着我干嘛？你的人不在那边吗？竞争对手好啊，我们可以合作啊。跟我们这些看着累的公司合作，那肯定的嘛。嚯！哎呀，小兰，你看这地儿哈，真不错，这么大个餐厅。对了，那个公子哥，我看你认识他，在京城见过，他现在是夏大军的老板。夏大军？怎么还有夏大军？夏大军的事我跟他解释过了，现在是他自己想缠着我，我估计今天就他故意想跟过来。我说的呢嘛，人家各家公司都是分着来，他非跟咱们凑在一起。啊，我也打听了，他们那边主管那个项目就是那个光头啊，就是他负责。其实没搞出什么大项目来，就是拿着这个琛荣公司啊给他撑脸面呢。行，我们做好自己，别管别人。对，舅舅你看啊，今天其实最大的肥肉就是那客房，但是装修时间长，我们也掏不出那么多钱垫资。是啊，67间房啊！我的天哪，馋死我了！哎呀，可惜。没关系，这不是还有别的机会吗？3间大会议室，9间小会议室，这个标小应该容易一些。餐厅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舅舅想做哪个？不是，我就没明白，你看这个餐厅、会议室、这客房，这都各装各的，它风格能统一吗？那我们就出一个风格统一的设计方案。就算是给招待所排忧解难了。那凭什么呀？咱们选一个，然后把其他的方案也给它设计出来，不是亏了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构思好了。那个公羊就是我请来帮忙的。公羊怎么样？现在有兴趣了吗？酒店还有招待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风格。我们出一份大方案，看似多一点工作量，但就是多的这么一点工作量，就足以把我们的竞争对手给逼死。远辉资质浅，竞争力弱，但是如果我们大方案足够好，他们采用的话，把肉分给别家吃，咱们还不能分点汤喝吗？公羊，我知道你是学油画的，一心想搞艺术，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才想接这个活赚钱。夏姐，我赚钱是非常合理且正当的欲望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公司，但是非常注重人才，不会因为你是学生就把你当廉价劳动力。你只要能按照我的要求画出效果图，我愿意以设计师助理的标准给你发工资。我以前只是在学校里画画，你说的东西我刚刚其实听得一知半解。刚才听到你说想用免费的整体方案来拿下这个标，我觉得你和别人很不一样。我决定了，我想跟着你干，想跟你学东西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。这个你不急，等具体的方案出来我再跟你对。你也不用提前准备，因为我想要的东西，这个时代可能还没有。啊？小兰，走了。行。哎，你要不要离我这么近呢？啊？什么？会不会开车？啊？你搞什么？离我太近了，我。阿华。啊？没听到人家问你会不会开车啊？小心点啊！好，我知道啊。
夏小姐，不知道你赏不赏脸，喝杯咖啡呢？不好意思，和男朋友有约了，走。慢走啊！拜拜，那下次再见喽。慢走哦，校长。这个领导还真是挺有趣的。杜总，这招待所实在小意思，我们全拿下也没问题。既然是小意思，那我们做又有什么意思？怎么听不懂啊？不如就成全夏小兰吧。杜总这是让我们放水啊！他1个星期换3个马，让我替他放水，想得美！取证。哎，我扫把。于奶奶早上好，您今天吃药了吗？没人这么跟人打招呼的。扫帚给我。哎，我已经帮您扫完了。早上我煮了小米粥，给您盛1碗。小米粥给我也来1碗。哥，于奶奶好。哥啊，店铺怎么样？租下来了吗？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。他这个呀，必须得是27路的另一个产权人同意才行。我呀，准备跟小兰、跟这个陈锡良一起再找这个袁厂长啊，再商量一下，表达一下诚意，看看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人的信息。行啊，那吃早点吧。赶紧。于奶奶，我一会儿给您端进来啊。3位，你们的诚心诚意我都感受到了，但还是那句话，这铺子另一个产权人不同意，我不可能租给你们。袁厂长，你再帮我们跟他联系一下。您要实在特别为难的话，你把他的地址和电话给我们，我们自己联系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找一下。如果当面还是不同意，那再说嘛。哎呀，盛城空的铺子也不止这一间，你们有这个功夫，别的铺子说不定都租下来了。袁厂长，我们要开的是国内第1家品牌服装店，要租就要租最好的、最显眼的铺子。27路那一间确实是我们能找到最好的了。你这不就死糊涂了吗？进来。啊，厂长，产权人过来了，快请他进来。哎呀，怪了，另一个产权人他自己找来了。嗯。于奶奶，于奶奶，您是另一个产权人啊？你爸是早就盯上那个店铺了吧？所以你才租我的房子。不是，于奶奶，以前我真的不知道那个铺子是您的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但是我还是要向您问一下，你愿不愿意将铺子租给我们开服装店？我觉得你根本就知道那个店铺是我的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决定要租那个铺子？是的，我一定要租。大姐啊，都给你放这了啊。好。哎呀，这计算器挺贵的，你轻点儿，坏了还得买新的。我本来以为熟人好做生意，被坑惨了。哪个？那龙城那卖灯的？就是他。我现在长教训了，不管多熟的人，做生意一定要三思。哎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于奶奶，您的条件我同意了。1年2000块的租金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小姐，
2000块有点贵哦。不仅要租，而且我要租10年。10年，10年房租不变？房租每年上涨10%，第1年是2000元，第2年是2200元，第3年是2420元，到租期的最后1年，我要出4715.9元。就这样，成交。但是我还有个附加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铺子的优先购买权。小兰啊，哎，于奶奶下午就出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。于奶奶今天太漂亮了，你们俩刚才是遇到了吗？于奶奶现在是我们的双重房东。那个铺子不会是于奶奶的吧？刚好今天3方都在，把合同一对就签了字。于奶奶，谢谢你啊。你应该知道，2000块1年的房租是我要的，你谢我干什么？丫头啊，你别以为你很幸运，你要走的路啊，还长着呢。好像不太高兴。可能以为我指不定在哪儿打听到那个铺子产权人的信息，所以咱俩才跑来租这个房子，就是一步一步套太近乎，就为了得到那个铺子。他觉得被人蒙骗了感情，租房的时候可一点都没有说。这得跟他解释清楚啊！当时咱们租房子的时候，还只是想开一个小店，也不知道有那个店铺啊。那我们觉得是巧合，于奶奶可不信啊。他自己儿子杳无音讯10几年，你让他怎么相信萍水相逢的2个人？不过没事儿，这个铺子呢租了10年，这个房子也住着，咱们有的是时间把于奶奶捂热乎。舅舅，这个外观不用做太大的改变，但这几个地方必须得换成这种透明的玻璃橱窗，得让路过的人一眼就看到里面的新款。明白。除了内部的装饰外，还要做恒温设计，灯光也要特殊设计。你看行吗？小兰啊，你这个设计啊，要比京城的蓝凤凰还要高档，我得回去好好的研究研究，得保证达到你要的效果。行，舅舅，珍珠现在开始卖建材了，咱们有什么需要的可以跟他说，他一定会给咱们最好的。我们的装修效果出来好，也算是给他打广告了。好，我这就去量房啊。于奶奶回来了。您今天吃药了吗？吃了，哪有人天天问别人吃没吃药啊？你看你闺女嘴巴多甜，你得跟她学学。行，我跟她学。我今天煮了面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我回自己屋吃。啊。妈，好消息，你也执照办下来了啊！真的？你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就是我好长时间没上班了，我怕不习惯，我还得适应适应，学习学习。而且我这一上班，于奶奶，哎呀，上你的班去，我还没有老到天天让人跟着。面里给我搁点醋啊。好。你好，刘经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夏总，你要的这个东风简直太难了，让春晚的演员穿我们露娜的服装，你这也太敢想了。陈总，你都搬来盛城了，也算是破釜沉舟了，这点志气没有啊？行，你敢想我就敢做。好，做。但能不能先把门口那招牌换了？这看着太寒酸了。好，快了啊，下周就做好了，汤金大字。啊，我老婆，我下去回个电话啊，你参观一下。
也该换个大哥大了。啊，开业了，兄妹。Luna， 国内第一个女装品牌，从无到有，从辉煌到衰落。而陈希良因为 Luna 走上人生巅峰，也因为 Luna 失去了生命。我曾经是 Luna 最不起眼的销售，现在我要在这里拿到我曾经渴望却不敢追求的一切。夏姐，家里有事吗？也没什么，我老婆听说我要搬来省城嘛，那不高兴，找借口跟我闹呗。你来省城也是为了躲家里啊？哎呀，我们两个吧，就是家里面安排我们认识的，本来也没什么感情基础，后来他弟弟染上毒了，然后天天他娘家就让他找我要钱。啊，算了，不说这些啊，我现在心里就一个想法，把露娜好好做起来。走。那么这个项目就这样了，各位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对港商有什么意见？既然工程可以分包，为什么只把我们排除在外？这位同志，我们请了专家来投票，投票的时候没有公开每个方案的投票单位，不存在针对谁，完全只看方案。只看方案？就凭他们那个这么大点小公司，他们以前只做过室内装修啊，做出来的方案会比我们成荣的好？方案不仅要好，还要适合。成荣天成的方案对于我们来说过于奢华，至于远辉，他们给出了最适合我们的方案。虽然他们只做2个餐厅，但招待所整体，我们也打算使用他们的方案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省一建拿下了客房，还要按照他们的方案来执行，这不合适吧？对啊，夏同志，可以现在就把你们的图给这几位看一下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很乐意让这位没有中标的输得心服口服。舅舅，来，谢谢。给，看一下啊。你看他这个设计啊，确实不错。你再看看这个，没见过这个啊，对。那既然这样，就让他们来做吧。不过这细节上呢，我们还要和远辉的设计师再沟通一下。行。这个方案不错，这个设计图形式也很新颖，以前都没有见过，整个效果都呈现出来了。这设计图？是啊，没见过吧？夏小姐，恭喜啊！听说这次是远辉第一次竞标就旗开得胜，值得庆祝。杜先生，远辉虽然是小公司，但是我有信心它不比任何公司差。成荣虽然称霸港岛，但未必适合内地。这次竞标，成荣菜得很。但因为杜先生的插手，倒是让刘总觉得是放水了。夏兰，差不多得了啊。夏小姐还是这么率真的，我喜欢。不过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的。康伟他那边的赔偿呢，律师已经谈好了。至于刘先生的车子呢，我约了车行的人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一看什么样啊？车呢是赔给我的，小兰去干嘛？刘先生想去的话也可以一起啊。不用了，一样的赔就行。那车那么旧了都。稍等，稍等。不如选一辆新的吧？啊？走，给你买个别的款行不行啊？哎。